网红逃税900万，最终被罚1800万。我这辈子都赚不了900万呀，老爸，这些网红明星怎么赚这么多还偷税漏税啊？因为赚得多啊，可能要交接近1半的税。如果你一年赚了300万，你知道要交多少钱的税吗？我做梦都想年薪300万啊，交多少无所谓呀。300万年薪啊，光税就要交114万，到手就只剩180万了。多少？这为什么交这么多呀？因为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是要交45%的税，300万大部分是落在这一档，算下来啊，接近1半的收入都要交税。但同样的300万收入放进你的公司，就只需要交15万的税了。不是，税怎么直接少交了100万？因为要交的税等于税基乘以税率，税基就是有多少钱要交税，税率就是要交多少比例。这两个数字，个人和公司是完全不一样。个人税基是全部的收入，也就是300万工资啊，一分不少全拿去算税。但公司的税基是收入减成本，只有利润才交税。这有啥区别呀？区别非常大。假如还是同样的300万收入，公司和个人的税率啊，也假设都是20%。同样是买一辆50万的车，如果你是个人消费，那就需要先交60万的税，剩下的240万再减去买车的50万，你最终只剩下190万。但如果买车的50万算成了公司的成本，公司的税基啊就变成了250万，交完税就可以剩下200万了。那这不是把自己的消费都算成公司的成本，就可以省很多税了？这就是很多明星网红偷税漏税的一种方法，把自己个人的一些大额消费啊违规算成公司成本。豪车说是拍摄用车，记住折旧；买衣服买包说成是宣传成本，私人花销啊全部变成公司支出，成本变大，税基变少，税就跟着少了。怪不得有钱人都喜欢开公司啊！公司除了税基少，税率也比个人收入要低。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就要交45%的税，但企业的收入在减去成本之后，利润的部分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啊，只有25%。不过啊，你要把公司账上的利润分到老板个人银行卡里，就还要再交20%的分红税。公司利润先交25%，再交20%才能揣进我自己的兜里，这和交个人所得税也差不多了呀。但关键就是，如果一家企业是年收入不超过300万的小微企业，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啊只有5%，所以很多网红明星啊会把自己的收入分拆到多家公司，来达到税率降低的目的。那这岂不是收入超过300万就直接注册个新公司呗？对的，一个顶流明星一年可能赚几千万，成立10几家公司，每家公司承接不同的业务，代言费进这一家，版权费进那家，直播收入啊再进另一家，每家都控制在小微标准以内，全部享受5%的低税率。这也太精了吧，这合法吗？这个核心啊要看是否有真实的业务。如果每家公司真的有独立的业务，真实的运营，税务上也是允许的。但如果只是空壳公司，没有实际业务，纯粹就是为了分拆收入降低税率，就涉嫌违规了。这个网红被查的900万，很可能就是这些公司啊根本没有真实业务，只是个收钱的壳呀。那这么说，公司成本也得是真实的呀？没错，公司当然也可以买车，就要看是不是真的用于公司接待等正常业务，而不能是老板他自己去日常使用。再比如买奢侈品的包，就得看是不是真实的员工奖励或者是公关费用，不能是老板的个人消费。那税务局怎么判断是真实业务还是空壳公司啊？空壳公司最大的破绽就是账上有大量的收入，但没有对应的业务支出，甚至没有员工不交社保，合同全部都是国联方，一查就穿帮。现在金税4期把所有数据都打通，银行流水、发票、合同、社保记录全部联动，空壳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看来还是要依法纳税啊，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但其实很多跨国公司的避税方法，就连国家都拿他们没有办法。比如苹果公司的利润，其实大多都是在一家爱尔兰公司名下的。宣布降息降准，多家银行下调存款利率。不都说降息降准，市场上钱就变多了吗？老爸，这钱怎么没跑到我的口袋里来呀？钱变多了是真的，但变多的钱跟你没关系。降息降准表面上是放水的，这水从来都不是直接浇到你身上，甚至对你这种存款的人来说是个坏消息。坏消息？降息不应该是好事吗？利率低了，借钱更便宜啊。你是借钱的人还是存钱的人啊？存钱的呀。那就对了，这一轮降息本质上不是为了刺激你去消费，而是为了还债。假设当年经济上行的时候，你借了一堆钱去搞建设、盖楼、修路、搞开发，钱借得急，利率给得很高，有些高到6%、7%甚至更
高。现在收入少了，每年光还利息又压得你喘不过来气，为了还钱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最好能商量商量，晚还几年呗。这个就叫债务展期，这只能推后还款日期，但该还多少还是多少。还有一种方式叫债务置换，也就是借新还旧，重新借利息只有1%的贷款，然后换掉之前的高息债，这样还的钱就直接变少了。那把高息换成低息，确实省了不少利息啊。但问题来了，发这些低息债的钱从哪来呢？找银行借呗，银行有钱呢。银行的钱又从哪里来呢？储户存进去的呀。你是说合着羊毛出在我身上？没错，银行要有足够的低息资金才能承接住这些债。如果存款利率还是3%、4%，银行自己的资金成本就降不下来，没有办法以低利率去置换那些高息债，所以降低储户的存款利息，目前只是一个开始呀。那我还不如把钱取出来去搞投资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钱流向哪里从来都不是随机的，背后有人一直在引导啊。我自己的钱怎么可能被别人引导？我问你前20年中国靠出口赚了大量的美元，那赚到美元的老板们在国内又不能花美元，所以央行就印了大量的人民币去购买他们手里的美元，这样市面上的钱就非常的多。理论上钱多了，按道理就会通胀，所有的物价都会上涨，但超市里的东西并没有涨得很离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存钱，但存起来的钱依然会被银行去借给别人。那你想前20年大家借钱都是去买什么了呢？之前大家不都买房去了吗？没错，正是因为把这些钱引进了楼市，将印出来的大部分钱锁在资产里，没有流向超市、餐馆、日用品，那么物价就没有失控，楼市充当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，把多余的钱给吸走了，帮整个经济扛住了通胀压力。那现在肯定不能引向房子了，因为都房住不炒了嘛。是的，楼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你想想现在需要钱留在银行去完成债务置换。如果股市这个时候暴涨，储户会怎么做呢？那肯定把钱从银行取出来冲进股市啊。所以股市不能暴涨暴跌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有托底的横盘震荡。所以最近国家队在陆续卖出23年左右就是托底买入的基金，这就是为了稳定股市的节奏。这么看，未来低利率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呢。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资金迁徙之后都会有一批资产迎来重新定价，所以经济周期就像是一个齿轮一样不断循环呀。显卡800亿，科技公司财报利润却暴增。预言08年金融危机的 Michael Burry 直接说科技巨头的 AI 利润有1000多亿是假的。老爸，这是啥意思呀？因为财报中的利润是可以造假的。我问你你觉得利润应该怎么算呢？就是赚到的钱减去成本呗。但有的公司为了增加利润，不需要认真去经营，只需把财报的数字一改，利润就能凭空增加。比如你开了一家小方煎饼果子，租了一个门店，一口气预付了3年房租，每年20万，一共60万。第一年卖煎饼，你收入100万，其他成本面粉、鸡蛋、人工加起来30万，那你第一年实际赚了多少钱呢？100万减60万再减30万，赚了10万呀。对的，这是一种算法，但其实60万的房租是3年的，每年只有20万，凭什么把成本全算在第一年呢？那如果第一年的房租只算20万，你的利润又是多少呢？那就变成100万减50万了，利润竟然变成50万了。没错，同一家店头一年1分钱业务没变，利润从10万变成了50万，差了整整5倍呀！我了个豆，这不是玩文字游戏吗？但那剩下的40万房租去哪儿了呢？只是推到后面2年了，迟早是要还的，钱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个时间出现在账上呀。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大公司的会计这么重要了。那如果一个公司老板本身就是会计，就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。比如下周回国的贾跃亭，当年他的乐视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堆电影电视剧的版权，钱一次性付出去了，但成本是可以慢慢摊销的，跟房租一样，平均摊到后面几年也没毛病啊。问题是一部电视剧热度只有1到2年，主要营收也就靠这几年，那版权成本按道理应该前2年多去摊。比如1个亿的版权费用，第一年成本就该算7000万，第2年算2000万。但乐视为了让财报好看，直接平均摊销到10年，每年成本只有1000万呢。这不就是做假账吗？但反映在投资人眼中的财报就非常的漂亮，乐视的股价就持续暴涨。贾跃亭还不断的给投资人画大饼，说乐视要做的是生态系统，会有源源不断的会员付费订阅，这就是稳定的现金流收入。根据证监会官方公布的信息，乐视网10年共虚增收入18.7亿元，虚增利润17.3亿元。但在被发现之前，贾老板就已经在股价高点疯狂套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乐视本来想做付费订阅，那现
现在 AI 也都是订阅制啊。不仅如此，乐视是花钱买版权，现在科技公司是花钱买显卡。而显卡比版权贬值更快，英伟达 H100 2023年是顶配，一张卖10万块 ，H200 一出来 ，H100 就变2线了。再过1年新架构出来 ，H100 基本没人要了，价值是断崖式的贬值，但账上还是按6年平均去摊。一张10万的显卡，第1年只计入1.7万成本，少摊的那部分就是账面上多出来的利润呀。所以现在 AI 公司的利润有一部分是靠记账方式撑出来的，合规但不一定真实。乐视是明知不对还这么干。现在这些公司用的是合规的会计准则，没有违法，但合规不代表着真实。会计准则给了你选择的空间，选哪种方式摊销，决定了你的利润是厚还是薄。那普通人怎么看穿这个呀？就盯着一个数字：经营性现金流。利润可以靠摊销方式设计，但钱到底有没有真实进账，骗不了人。乐视当年利润漂亮，但现金流长期告急，这就是最初的预警信号。那我们怎么才能看穿这些财报里的坑啊？所以必须同时关注财报中的现金流量表等其他的4张表格呀。